不好意思，我们的照相机闪光灯有点慢，别睁眼，保持状态，保持状态。你干什么37码的脚，留个纪念。好了没有？我现在感觉很自由。那两个坑爹的恐怖分子原来是你们！什么恐怖分子？美嘉昨天晚上刚刚跟我说的呀，她以为艾派德是精神病。他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？这不管怎么说，我没错啊。关谷和子乔两个人加在一起，的确就是神经病啊！总之，你千万别告诉美嘉，否则我很丢脸的。这都是子乔的主意。我要是告诉她，她还以为我也是精神病呢。不过好在影响应该不会太大，她已经原谅艾派德了，他们还要一起去吉隆坡呢。谁要去吉隆坡啊？美嘉呀，她已经准备接受艾派德做她男朋友了。画展的下一站在吉隆坡，明天出发。这么快就走了，我们还没决出胜负呢。你还要比什么？悠悠和美嘉现在没有成为情敌，已经说明关谷不是美嘉的那盘菜了。你得意什么？他也没说喜欢子乔呀。这次顶多算平局，我不服。还要赌什么？尽管放马过来吧。美嘉现在一定是处于催眠状态，一定有什么办法能让她清醒过来。哎，对了，如果我把她和关谷的合照放在她的行李箱里，她看到之后就以为是关谷希望她留下来，她就会舍弃那个替代品。这样呢，不仅能留住美嘉，更能证明我是正确的。不行，美嘉和悠悠现在和平相处，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制造三角恋吗？你让关谷以后怎么做人？放张照片而已嘛，又不代表什么。总之不行，我以公寓下属住户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，坚决谴责你这种交智慧的行为。好了好了，当我没说过。要死啊！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甘心的。我是来阳台赏月的。哇，好精致的理由啊！把相片拿出来。我就是不想让美嘉跟那个阿派德走嘛。少来，你就是在意那300块钱。那你在这干嘛？赏日。比我还不靠谱。要挽留美嘉，当然是用子乔的照片啦。你倒有创意。哎，奇怪了，我们是在比谁更了解美嘉的心思，又不是比创意。要放当然放我的了。把我这张也放进去。哎，不行，那么有效的话算谁的？当然算我的，是我的主意。没门儿，你走。阿派德，哎呀，检查一下行李，我们马上就出发。他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不知道。躲起来，躲起来，快！我说，为什么每次你做了很猥琐的事情都要躲到厕所里来？干嘛不去你房间啊？我干嘛要让你进我房间？这是隐私，好不好？再说我哪里猥琐了？上次是你自己要进来的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暴力狂！对不起，我要冷静一下。你怎么吵起来了？我都晕了。我是说厕所姐。要是被他们发现我们俩躲在浴缸里，该怎么解释啊？说不清楚，所以绝对不能被发现。美嘉，有干毛巾吗？你自己找找吧。你要的毛巾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永远不要歧视疯子，他只是和你的世界观不同而已。
悠悠，你是对的。美嘉，你怎么了？我跟阿派德分手了，他真的是个神经病。其实，这个你现在知道还不算太晚，我是不会骗你的。可是，我骗了你吗？你骗我们什么了？我之前说，我当初离开，是因为展博和婉瑜的触动。其实，美嘉，如果你不想说，就不用说了，都过去了，大家都懂的。至少你现在已经回到爱情公寓了。可是我还是要走啊。是因为台北的生意？其实，我不是在台北了，还要再北一点。基隆？再北一点。再北就是太平洋了。东北。你在东北？哎呀妈呀，美嘉，这是你的杰作啊！俺管理这家店以来，从来就没见过这么不可思议的业绩。啥都甭说了，你已经不用再培训了，你可以的。然后我就做了8个月的模特，还是不动的那种。其实这段时间以来，我都很想念大家，也很想念爱情公寓，所以我才会偷偷的跑过来看看。可是现在我又要走了，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看不起我，而且我不能输给子强。输什么？江湖规矩，重逢挑战，我不能让他觉得我没有他过得不好。还真有这样的挑战？所以说，悠悠，这件事情我只跟你一个人说，你千万不能告诉大家，我求求你了，好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保守秘密的。其实我也明了，对的人那么少，能够一起到老，那比什么都重要。总是为自己烦恼，怕身材不够好，怕美丽会变少。总是不明了，为何要烦恼？世界太纷扰，自在就好。总是为他们烦恼，浪子哪里去了？青蛙也做主角。总是被女人的无聊累到爆，那些事有什么大不了？他们像火星人驾到，他们像天气难以预报。在同一个频道，心偏偏在傻瓜。我们已经把你欠的钱和衣服都寄回店里去了，放心吧，这里才是你家。你不是说不告诉大家吗？我给你预习一下他最大的缺点，大嘴巴。美嘉，欢迎回来！你们知道就算了，要是子乔知道的话，他一定会嘲笑我的。嗨，想赢他还不容易吗？你忘了他要请你什么？这是我的作品。你就是画家埃派德？不，我是他的哥哥，埃珀德。
你也可以叫我的艺名张义达。打扰一下，子乔，没看我正忙着呢吗？咱们久别重逢，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。哼，现在想到我了？当然了，你对我那么重要，我怎么会把你忘了呢？什么东西？快给我看看。是这个如来神掌。我忘了还有这一场。 11个巴掌又打掉一个，还剩12个。陈美嘉，你这个泼妇！其实我也明了，对的人那么少，能够一起到老，要比什么都重要。 研究显示，坠入热恋的男女体内会分泌一种激素，称为爱情荷尔蒙。每当春暖花开之际，这种激素尤为旺盛，人们便会情不自禁，忘乎所以。显然，关谷和悠悠最近的荷尔蒙指数明显超标了。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我还没下。 哇塞，春天真的来了！别好，这次可以拍视频了。他们果真看不到我们。而且还听不到。你不拍了吗？磁带拍光了。不，你先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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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，你先。ちょっと待って，有电话进来了。もしもし。看在上帝的面子上，你们两个白痴，谁先把电话挂了吧？关谷神奇唐悠悠。 对于你们旁若无人、肆无忌惮的热恋行为，鉴于其恶劣程度，已经对社会健康和生态平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倡议。请子乔宣读倡议书。何？你们这俩货干嘛不搬到一块儿去呢？一块儿去。你。 干杯！一菲，真的要恭喜你，下星期就开学了，你马上就要站上讲台，变成一名伟大的讲师了。不是僵尸，是讲师。发音不是差不多的吗？一个是育人的，一个是吃人的。对了，一菲，你教什么课啊？我教的是世界政治与社会经济学，简称世经。哦，就是教人怎么念诗的。你看看你们，一个个都不做功课，还好有我。我找人打听过了，《诗经》绝不是一般的学科，非常深奥，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份小礼物。是什么啊？你一定得到。啊，一套皮，喜欢吗？这和经济学有关系吗？我没有说有关系啊。很酷吧，一菲？你要穿上它，一定帅爆了。哎，你看看什么尺码的？是 S 的还是 M 的？是去上课，又不是去拍黑帮片。你以为啊？现在小孩子很多非主流的，想震入他们哪那么容易呀？所以你必须从外至内进行全方位的包装。快，常常让我们看看。放心吧，他穿上这个，班上就再也不会有什么非主流了，因为和他比起来，一切都显得主流多了。你以为我不敢穿啊？要不是还差根皮鞭，我第一个就抽死你这个70后猥琐。喂，上次给你们俩的倡议书考虑的怎么样了？
听说张柏芝跟谢霆锋又离婚了。哦，是吗？要这是真的，我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哎，你们几个别扯开话题。对，不要扯。哎呀，你别逼我们了，我们只是要个结果。子强，有2个人藐视仲裁，你看怎么处理吧？你俩还在纠结什么？情侣入住，房租减半，水电全免，跟谁过不去？别跟钱过不去呀！我们有认真的考虑过你们的建议，可是我们觉得太快了，人家会害羞的。你们又不是昨天才好上的，快1年了。而且如胶似漆，电锯都锯不开，装什么装啊？我们觉得2个人在一起还是需要有一点自己独立的空间的。没错，没必要一定要住在一块儿。再说，我们本来离得就不远。当然有这个必要。既然你们到了这个阶段，就应该像全世界正常男女一样做该做的事情。住在一起就不用 care 我们了。我们本来就没有 care 你们。我们 care。等等，你俩该不会是有什么心理问题吧？我请他家吃饭吧。我知道谢霆锋刚开了一家很棒的自助餐。别扯这话题。说定时间，说定地点，把问题交代了，否则有人要采取强制措施了。下课来一下我办公室，你们2个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任课老师。我姓胡，胡作非为的胡。我的课不准缺席，不准早退，迟到1次，期末总评扣50分，60分是及格。听明白了吗？天哪，我是什么样的老师啊？我教的是《诗经》。这简直是神经啊！我第1天做讲师，难道就要让学生们恨我吗？不，这绝对不是我的风格。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是教体育的。刚才那些话呢，相信大家已经听过无数次了。这是其他老师惯用的开场白，太没有创意了。在我的课上，没有任何的规矩。正所谓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既是师生关系，也是朋友关系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啊，我的课上不用举手，有问题直接大声问出来就好了。老师，您是教体育的吗？我喜欢你的幽默，我以前的确是带过跆拳道社。如果我们指出你的问题，你会打我们吗？大家既然都是朋友，就应该友善相处嘛。既然你很能打，那你的皮到哪儿去了？就算没有皮，你也不用穿这么老土的裙子来吧。哈哈哈，你这个梦充分暴露了你内心的恐惧。我有什么好恐惧的？我只是暂时没有想好拿什么形象去面对学生罢了。哎，照我说，就别对学生太客气。我们之前的中学班主任就对学生很客气，所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的名言。麻烦前面听歌的同学跟中间说话的同学讲一声安静些，不要影响了后头睡觉的同学。不是，现在的选修课都双向选择，能有多少学生拼的都是老师的个人魅力？我可不想第1天上课就开天窗，岂有此理！太过分！你也觉得做老师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你梦里居然没有穿我送的皮衣。下次他一定会严肃考虑这个问题的。李飞，既然你已经决定做正式的大学老师了，就要先找准自己的定位。
我觉得小姨妈说的对，你是他们的老师，而不是朋友。没错，如果你连自己定位都模糊了，那么所有人都会很别扭。太对了。每个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，都必须做出果断抉择。虽然一开始会有些别扭，但是你必须去面对。哎呦，子乔，看不出来你也挺适合做老师的嘛。所以现在吕老师指导你今晚就去和关谷体验一下新同住时代，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。说这个，哎呀，悠悠，你可以了，你只是害羞而已。一菲就不一样了，他是害怕。好好先生镇不住场，麻辣教师又杀气太重，他现在是方寸大乱了。哟，你挺会分析的嘛你。其实分析这类问题向来是我的专长，只不过没有人咨询我而已。有道理。你说我把皮裤改成皮裙，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？我明白了，关键是女人味儿。女人味儿是个人魅力的关键所在，这个我有切身体会。你以前我很没有自信，可是到了台北之后，同事让我吃了3个月的木瓜。一菲需要的是一种呼之欲出的女人味儿，就像我一样。看到没？我来和你谈谈关于大家给我们的建议。放心啦，不会被他们撞到了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一菲1、3、5不在，曾老师11点以后不在，子乔我只要在网上公布他的带状疱疹已经好了，他就有的忙了。我已经仔细的想过了，也许我们的关系的确是应该更进一步了。刚开始总会有些不适应，但不是你怎么知道呢？你被他们说服了吗？2个人搬在一起住，就会有自己的2人空间，感情更好也说不定啊。可是之前你不是自己还没想清楚吗？人家是女孩子嘛，我想你总会先提出的喽。现在我就把这个机会给你，不过明天大家问起来，你必须邀请的非常坚决，然后我拒绝，然后你继续坚持，我继续拒绝，3个回合之后我才搬过来的。可是那行，2个回合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的状态挺好的，不用急着改变吧？什么？别误会了，我只是觉得，目前我们应该留一些大家自己独立的空间，不是吗？那不是我们对外的借口吗？人家现在都跟你摊牌了，你还跟我说这些？我不是，我是个男人，我到现在还没有。人家不也是一样吗？不会真的被子乔说中了吧？你有心理问题？胡说，我只是怕影响别人。谁啊？我有个朋友，他叫马里奥。什么马里奥还奥利奥呢？他不是饼干，他是个人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他穿个蓝色的背带裤，戴个红色的工装帽，还有2撇小胡子。我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。居然还有人穿衣服这么没品位！别被他听到，他会生气的。他在这里，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悠悠，总之，在我说服他之前，我们还是保持现在的关系，好吗？你不答应就算了，莫名其妙。悠悠。真没礼貌！我看他才没品位呢。马里奥，你别介意。我早说了，女人一直想着挑拨咱们兄弟间的关系。悠悠他不是故意的。你们恋爱我不反对，但是他连你最后一点私人空间都要霸占。如果他真的搬过来，我们以后还怎么玩？别忘了，关谷君，咱们还有很多冒险没有完成。女人啊，是永远不会明白的。悠悠是因为喜欢我才想搬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。那就别解释了。
哟吼，吃蘑菇吗？谢谢兄弟。库巴大王已经向我们宣战了，我们一起向城堡进发吧！嗨。看，胡一菲太过分了，她搅了我的计划。怎么了？上周我新认识一个女生，刚巧是一菲他们学校的。我本来想约她今天一起野外生存，可她居然要回去上课，而且上的还是胡一菲的课。哦，不错，有这么重视的粉丝。她说他们全宿舍楼都报了胡一菲的班。有那么夸张吗？这都是因为他们校园论坛上冒出来一篇帖子，你们看。我的万人迷老师绝对不能错过的试经报名指南。哦，是贵，1万多的回帖，有图有真相啊！全都是一菲的广告，还推到了天涯牛人榜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种5毛帖骗骗小男生也就算了，怎么连女生都来劲？我们一菲走的是自己的路线。哇塞，一菲姐，你真的是好迷人呐！怎么又没穿我送你的皮衣？你为什么要说又？对了，今天上课怎么样啊？非常成功，整个大教室坐满了人，没有睡觉，没有打牌，没有怪问题，倒是抓住了3个拿手机偷拍的。有你的啊！自我包装、媒体造势、制造舆论、哄抬身价，你的营销很到位啊！什么营销？这篇帖子不是你写的？当然不是，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看到的，应该是某个学生的恶作剧吧。不过看到有那么多的回帖，我一下就有了灵感了，按照帖子上面描述的制定了新的定位，效果还不错。哎，你们说那个匿名发帖的人到底是谁呀？什么匿名？人家明明有写名字。我看看，这个人叫24K 纯帅，好贱的名字。不管怎么说，为了庆祝今天的完美开局，我请客，烧烤牛排，耶！兄弟，要不要帮你带份宵夜？我在减肥，你带点蘑菇回来就行了。关谷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没什么。走了，等什么呢？走了。哎，太晚上，过来一下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什么？关谷啊，他不知道在跟谁说话。关谷嘛，偶尔有点不正常也很正常。昨天晚上我去找他，提出搬到一块住，他竟然说他有个朋友不同意，叫马里奥。马里奥，那个采蘑菇的管道工。你说关谷是不是有狂想症了？小姨妈，你的男朋友是个漫画家，有想象力很正常，否则他怎么能画出地球上不存在的东西呢？刚好马里奥就是日本人幻想出来游戏人物，逻辑通顺。你说马里奥是关谷幻想出来的，那为什么他以前从来没说过呀？你有问过吗？就像你做了我20几年小姨妈，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小泽幽木风的事儿啊。什么风？那是我幻想中的朋友。每当我孤独寂寞的时候，他经常和我作伴。她是个家庭妇女，住在隔壁的美丽人妻，但是她老公对她不好，她的身材是3两24。吕子乔。哎呀，有个幻想的朋友没什么稀奇的，稀奇的是，关谷的朋友居然是个比例失调的怪叔叔，而且穿衣服的品味很差。是每个男生都这样吗？研究表明，凡是有出息的男人都有幻想中的朋友，代表了男人内心深处的某种需要。真的吗？那你看他来了，打个招呼。得了吧。你要想真正读懂男人，最好相信我。嗨，小泽小姐，看没有人理我。你晚了一步，他去洗手间了。你找谁啊？没什么呀，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挺贱的，随便叫一下。多好的一篇帖子，怎么早上就给人删了呢？怎么可能？说好挂3天的。
中招了吧？我就知道发帖的人是你，对不对？我可能是这个名字取得太直白了，让你一下就联想到我。小臭美了，你看都没看那篇帖子，居然知道作者的 ID， 这不是很可疑吗？你知道我取个有个性的 ID 花了多久吗？我觉得你为一菲包装这么完美的广告帖，一定花了更久吧？曾老师用心良苦啊！我是觉得他实在缺乏市场敏感度，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纠结，我就帮他策划一下喽。行了，你是在暗中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吧？瞎说什么实话？我是实在看不过去才出手的。还装？再不承认，我就告诉一菲去。啊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！嘘。曾老师，不是我说你啊，我都离开一整季了，你们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啊？我不急，观众都急了呀！你怎么还不跟一菲表白？现在不是时候啊！那什么才是时候呢？我以为我赢了百万富翁，我就可以告诉他，可是赢了比赛我就离开了。我以为我回到爱情公寓，我就可以告诉他，可是莫名其妙我又违约了。现在我又回到原点，我在他眼里现在就是一整套悲剧。你觉得现在是好时机吗？可那是冬天，现在是春天了，你对得起你的荷尔蒙吗？走，跟我来。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一菲姐，你朋友啊？啊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学校教超数的王老师，这是我室友。超数，就是比高等数学还要高一等的数学。王老师是我们学校最年轻的教授，他可不是一般人啊！哎，胡老师才厉害呢！现在我们学校最红的老师就是他了。我看了你的帖子，马上就成了你的粉丝了。王老师太客气了，你的课才是我们学校的金字招牌嘛！不瞒你说，虽然我教的是超数，不过我最擅长的还是声乐。如果有一天，那你的梦想一定是成为音乐老师，是不是？啊不，其实我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哑剧演员。一菲，我们这工联谊会今晚有个活动，如果你有空，我想邀请你一起去。看见没有，人家多直接，傻眼了吧？教工联谊会怎么了？无非就是那种做游戏、唱歌，那种土鳖的不能再土鳖的内容。我们的联谊会比较传统，午夜12点开始，在外滩茂悦顶楼狂欢派对，酒水畅饮，而且全都是学校最帅的男老师。如果累了，还有豪华套房。Party，我跟你去吗？抱歉，我们只邀请单身的女老师。胡老师，怎么样？看来我没有办法拒绝了。这个是邀请函，那我们晚上见了。李佳，那件皮我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。曾老师，一菲姐她重装上阵了。什么意思？曾小贤，一个老实含蓄内向的烂好男人，他长期以来暗恋着彪悍有为、温柔不足的胡一菲。可自从一菲被定义为万人迷之后，他发现这个女孩开始有了细微的变化。全新的面貌让一菲很享受众星捧月的感觉。他决定大展拳脚，一举书写《爱情公寓》新的魅力传奇。从学术上，我们定义为重装上阵。曾小贤呢，只有在大排长龙时，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是龙的传人。你怎么插队呢？车有预定了，你慢慢排队吧。曾老师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晚上一菲就要参加派对了，你不着急呀？皇上不急，我急什么呀？再说他都已经答应那个数学怪了，
你要给你对手迎头痛击，这才是一个男人该做的，而不是躲在这里看什么如何控制对分娩的恐惧。否则我还能干什么？匿名举报他们无照集会，让城管到现场去取缔他们？太悲观了。现在就好比有几个绿色的猪头偷走了你的娃，焦虑、愤怒，所以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他们的碉堡，夺回你的娃。听上去挺惨的。不是你这什么比喻啊？你这个愤怒的小鸟你都没玩过啊？你要尝试每一种方法，用你手上的石头砸碎绿色猪头脑袋上的锅盖。拜托，那根本不是石头，你根本就没玩过愤怒的小鸟。好吧，我是没玩过，我不会下载，我是看子乔玩的，但是取胜的关键是相同的。是什么？关键在于我没玩过，我怎么知道？来，我教你下载。看着啊。什么？然后你花了整整1个小时在玩愤怒的小鸟？自己玩好像没有看你玩那么容易。第8关怎么破啊？你告诉我，打猪头的精髓是什么？4个字：简单粗暴，不择手段，釜底抽薪，瓮中捉鳖，一马当先，先发制人，方能无往而不利。这快40个字了。你不就是想让曾老师和胡一菲把话说清楚吗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骗到同一间房间，关他们1晚上，一切都会见分晓的。可这跟愤怒的小鸟有什么关系啊？关系不大，有效就行。可以动了吗？我的括约肌都要抽筋了耶！我还没好呢。关谷，我想和你谈谈。女朋友，警报！警报！真经马里奥，又没那么恐怖的。你又在和马里奥说话了。悠悠，上次的事情我要跟你道个歉。道什么歉？你又没做错，是他要闯进我们的城堡。好，马里奥。是我应该向你道歉。我太心急了。子乔说的对，你应该有自己的世界，有自己的朋友，包括幻想中的。这是你的空间，就算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也没有权利干涉。居然说我是幻想出来的，他才是幻想出来的。马里奥，关谷，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，我不会逼你的。也许我们俩都应该冷静地想一想。虽然我还不能很好地说服我自己，但是只要你开心，我愿意试试。只要你开心，我可以试试。谢谢你。客气什么？我走了，你玩吧。怎么了？把手坏了。喂，有人吗？哎，别敲了，外面没人。谁敲？放我们出去啊！你们不是不太适应吗？那就适应一下，这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实战机会。相信我，只要你们过了今夜，一切困惑都会迎刃而解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里面有3个人呢。关谷，你不是问我怎么处理女友和幻想伙伴之间的关系吗？我有个好办法。什么方法？一起呀！小泽用风给我的经验，相信我，放轻松。曾老师，我可找到你了。小鸟通关了？不是，我刚才在书房洗衣服，洗衣机忽然就抽风了，咣，像要爆炸了一样。一菲喊去帮忙，快去！洗衣机怎么会突然？哎呀，你别问这么多了，你快去吧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第8关怎么过？啊。
没，去派对之前居然遇到这种事情。你来干嘛？不是你叫我来帮忙的吗？我叫你帮忙，这种技术活你很在行吗？靠，谁把这兔子放进去的？美嘉居然忽悠我！哎，正好，你去储藏间帮我拿个大扳手过来。哦。 Hello, I want to play a game. 陈美嘉，喂，曾老师，今天是你向一菲姐表白的大好时机，也是你出门的唯一出路。别耍我了，他让我出去帮他拿扳手。扳手就在书橱的下面，另外柜子里还有你可能用到的其他工具，你懂的。过了今晚，你就会感激我的。别耍花样，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做，我就去告诉一菲姐，门是你弄坏的，目的是不让她去参加 party。到时候你一样说不行。去吧，我们与你同在。你们？别谢我老兄，是我的主意。从我6岁的时候开始，妈妈送我第一台游戏机的时候，马里奥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时候我们一起玩，一起冒险，一起聊心事。他不单单是个管道工人，还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你们其他小朋友也这样吗？哦，大雄的朋友叫机器猫。不好意思，都是因为我才弄成这个样子的。没事，和自己男朋友关在一起也不算太糟。哎，今晚到底算你们的2人约会，还是咱们的宅男时间？总得有个说法嘛。也许子乔说的对啊，我们可以一起玩呢。女生才不知道什么叫冒险，得了吧。这个可以吗？哦，我以前没有玩过，但是我想我可以试试吧。太好了！哦，对了，马里奥在哪儿？我还没跟他打过招呼呢。他就在那个墙角，但是他有点怕你。哦，